今天的主题保证比恐怖片还刺激，因为他讲的不是鬼，是人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一开头就说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我们都爱看灾难电影，对吧？陨石撞地球，病毒大爆发， AI 毁灭人类。但保罗说，真正可怕的末世不在外面，而是在我们心里。他预言了一种人类现象，而且你我都可能中标。保罗列出了一串吓人的清单，像是专为揭露人性黑暗面的精神分析报告。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妄读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。这听起来不像是古代啊，这不就是现代社会日常吗？来，我们一起比对一下。专顾自己，自拍，先顾角度，发文只求战术，贪爱钱财，开口闭口财富自由，自夸狂傲， IG 现实动态全是今天我又完成梦想，妄读，开玩笑也要踩宗教底线才觉得自己幽默，违背父母，觉得上一代不懂世界，忘恩负义，拿别人的帮助当理所当然。是不是有种这是写给2025年的错觉？保罗好像打开时光机，看见我们在刷短影片，吵政治，互相攻击，然后叹气说，我早就讲过会变这样了。接着保罗丢出一句更震撼的话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他不是在骂外面世界，而是在讲教会里面。他在说，有些人外表超属灵，祷告词汇精准，敬拜手势完美，发文句句阿门，但一转身就八卦、批评、论断。这就像开着一台贴满荣耀归主贴纸的车，却一路骂人不会开车，还按喇叭按到断气。保罗说，有敬虔的样子不等于有敬虔的心。敬虔不是一种形象，而是一种生命的气味。如果你的信仰只能在聚会里发光，出了门就断电，那就是假光。保罗接着提到一个古老但经典的故事，这等人潜入人家，牢笼无知妇女。别被这句吓到，他在讲当时的文化背景，意思是这些假教师会趁人软弱时下手，用很属灵的话语操控别人。现代版就是主告诉我你要奉献这笔钱，或你不顺服我就是不顺服神。保罗拿这些人比喻成亚尼和杨毕，那是摩西时代的2个埃及术士，能模仿神迹，却没有神的灵。他们能变蛇变水为血，但他们的力量只是假货。保罗在提醒我们，魔鬼最厉害的诈术不是让你不信神，而是让你信错那个看起来很像神的东西。保罗没有停在绝望，他说，但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，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。简单翻译就是假的东西撑不久，再怎么完美的属灵包装，若里面没有真爱，终有一天会破。再怎么精致的假见证，若不是出于真信心，时间会揭穿。这句话给我们超大的盼望，因为在充满假象的时代，上帝仍在做筛选，他在找真心的门徒，不是舞台上的信徒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保罗没有叫提摩太去反驳每个假教师，也没叫他发影片揭露异端，他只是说你要持守真道，就这样。
听起来很安静，但其实是最有力的反击。因为在末世，最反叛的行动就是保持纯真。当世界说你要靠自己，你却说我要靠主；当人都在炫耀成功，你仍选择谦卑与感恩。这样的人就像黑夜中的灯，不需要大声，光自己就会发亮。所以保罗说的没错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，但危险不是病毒、战争或 AI， 而是心里变冷淡，却以为自己人火热。如果我们的信仰只剩外表，那么我们不再是光，而是霓虹灯，闪亮却没有温度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只当一个发光的灯泡，要成为能发热的火焰。